老婆，我那部旧手机你看见了吗？宝宝生孩子太痛了，我舍不得。就算我们没有孩子，我也会加倍疼你。老婆，你发什么呆呢？没发呆，手机在桌上。你脸色怎么这么差？是不是昨晚没睡好？可能有点低血糖。你昨晚加班到几点3点多吧。技术部那帮饭瓢搞个补丁都搞不定，非得我亲自盯着，累死我了。是吗？可我昨晚半夜起夜，好像听到你打电话说什么过敏休克。你听错了吧？我是说服务器休克，死机了。什么过敏？你是不是做梦了？我去换衣服，今天上午还有个早会。你最近有没有想过要个孩子？怎么突然问这个？就是随便问问。你不是说怕我疼不要孩子吗？对啊，你永远是我最宝贝的人，孩子什么的太麻烦了，有你就够了。老婆，你生理期是不是快到了？我看你今天脸色发白，先把药备着。他记得，他连我自己都快忘了的生理期都记得。那几条搜索记录，会不会真的只是巧合？别想太多，有老公在呢。老婆，早餐在微波炉里热着，粥熬了你最爱喝的红枣小米。今天别去公司了，我帮你请了假。晚上我早点回来陪你。爱你的老公。万一他真的什么都没做呢？万一是我疑神疑鬼呢？
他这么辛苦，我却在背后查他。老公，昨天晚上你那个电话，我好像听到你说什么过敏休克，是我做梦了吗？你呀，就是太累了。上周李总家孩子在我们家玩，你不是也在吗？那孩子对花生过敏，不小心吃了一块饼干，脸都肿了。我当时吓坏了，就顺手查了急救方法。怎么，你还以为我有私生子啊？李总家孩子？对啊，上周咱们请李总吃饭，他不是带了老婆孩子吗？就是那个胖乎乎的小男孩，你忘了？老婆，你最近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？要不周末我带你出去放松放松？上周李总一家确实来过，那个小男孩也确实胖乎乎的，我当时没注意他有没有过敏，可能是我想多了。想多了就对了，说明你还在乎我。行了，不说了，晚上见，爱你。原来那个搜索记录是因为李总的孩子，那 ETC 呢？半夜去水云街是怎么回事？嫂子，上周你们来我家，你家宝宝对花生过敏，没事吧？哎呀，欢欢，你还记得这事儿呢？当时可把我吓坏了，还好你老公反应快，拿了抗目敏药，后来去医院挂了急诊，没事儿了。对了，改天请你吃饭，感谢一下啊。老婆，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提拉米苏。今天在家乖不乖？我看着他的笑脸，心里的愧疚又重了几分。乖的。你什么时候学会做泡菜的？上个月看你馋的不行，偷偷学的，尝尝是不是你老家那个味儿？景深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有时候觉得自己配不上你。说什么傻话呢？你是我老婆，我不对你好，对谁好？我老婆是全天下最好的女人。快吃，吃完带你去散步。不像是指甲刮的，倒像是小孩子的手。可能是跟同事家孩子玩闹时弄的。来，老婆。这条项链，你在橱窗外面看了3次。第一次是咱们结婚纪念日，你说太贵了舍不得；第二次是你升职那天，你说等发奖金再买；第3次是上个月，你路过那家店，站了足足2分钟。这得多少钱？你最近不是说要攒钱给公司周转吗？周转不差这点。秦欢，赚钱就是为了给你花的，你开心了，我就什么都值了。顾景深，我有时候会乱想，会怀疑你，我不是个好妻子。胡说八道，你是我这辈子最对的决定。公司上市以后，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。你要是再胡思乱想，我可要生气了。我怎么可以怀疑他？钱我已经打过去了，你先把那个手续办好，下周再说。
公司的事儿，收购一个工作室，一堆破手续。老婆，我加班去了，周末公司有个紧急项目。如果他真的有私生子，那个孩子应该已经3岁了。3岁，正好是上幼儿园的年纪。3岁，正好是他说丁克之后的第3年。那时候他还没有发福，我们刚结婚2年，他每天下班都会准时回家，周末带我爬山看电影。后来他突然开始健身，说是为了健康，现在想来，或许是为了另一个人。喂，欢欢，糖糖，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下星海双语幼儿园的入学条件？还有你们家不是做教育咨询的吗？有没有办法查到某个孩子的入园信息？欢欢，你终于开始查了。你知道什么？上次我跟你说在商场看到他和一个女人带孩子，你以为我开玩笑。那女的穿得很素雅，孩子长得有点像你老公，我没敢细说，怕你受不了。老婆，我回来了，走，带你去吃日料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想吃什么？你点吧。好的，来个最贵的海胆刺身，再开一瓶陆记。好的。今天开心，多喝点。今天怎么这么开心？拿下了一个大客户，值得庆祝。哪个大客户？我认识吗？你不认识，新客户。怎么了？有什么想问的？没什么，就是随便问问。对了，你上个月说公司要搬新址，搬了吗？快了，装修有点延误，怎么想去参观？好啊，改天我去看看。等装修好了，我第一时间带你去。老婆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拼吗？为什么？宝贝儿，别怕，爸爸在呢。他不是在叫我。结婚5年，他从来没有在梦话里叫过我宝贝。5年的婚姻，我以为我是被捧在手心里的公主，原来我不过是他人生舞台上的一块背景板。学长，你睡了吗？喂，怎么了？我想请你帮个忙。去水云间别墅。妹子，等人啊？等一个朋友。住对面小区的，那里面住的都是有钱人。不过嘛，有钱人的故事也多。上周有原配带着娘家人来赌小三儿，闹得可厉害了。您见过那家的女主人吗？哪家？一辆白色保时捷卡宴，女的开，还有个3岁左右的男孩。你说3号楼的许小姐啊，见过，长得可水灵了，说话嗲得很。那孩子是他儿子，叫浩浩。那个男人长什么样？个子挺高，大概1.8米，戴眼镜，穿得很体面。有一次他下车的时候，我远远看了一眼，手腕上戴着一块亮闪闪的表。
谢谢你。老公，浩浩今天在幼儿园拿了小红花呢。你晚上早点回来，我给你炖了你最爱喝的排骨汤呀。那个开奔驰的不会是你老公啊？帮我查他的底细，越详细越好。好，你还好吗？老婆，看我给你带了什么？今天怎么想起来给我买包了？这不是看你最近工作太累了吗？我老婆跟着我吃了那么多苦，现在公司赚大钱了，当然要好好犒劳你。怎么是2只？哦，另一只是帮李总他老婆代买的，李总今天没空，非让我顺手带一个。是吗？老婆，你今天怎么怪怪的？我辛辛苦苦赚钱给你买包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什么态度？顾景深，你今天去水云间了吗？水云环？那是什么地方？新开的楼盘？我什么态度？顾景深，你今天去水云间了吗？水云间？那是什么地方？新开的楼盘？老婆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什么了？我跟你说，外面那些人就是见不得我们过得好。见不得我们过得好。那你告诉我，那个叫许楚楚的女人是谁？你一天到晚疑神疑鬼的毛病能不能改改？我在外面累死累活，回家还要看你脸色。你能不能像别人老婆那样，懂点事，体贴一点？我懂事，我要去洗澡了。顾景深，你还记得结婚那天你跟我说过什么吗？你说这辈子都不会骗我。
你是谁？我是那块石头的原石。怎么，顾景深没向你提起过我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跟顾哥是真爱，他不爱你了，你放手吧，你开个价。林清欢，你昨天晚上干了什么好事？怎么，你的小女人跟你告状了？你居然去骚扰楚楚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我骚扰她？顾景深，你搞清楚，是他在我的婚姻里当小偷，我连问一句的权利都没有。我们之间早就没有感情了。楚楚她温柔体贴，还给我生了个儿子，你呢？你连个蛋都下不出来。所以呢？你想离婚？离婚？离什么婚？公司现在正处在上市的关键期，不能有负面新闻。清欢，这件事是我不对，但浩浩毕竟是我的骨肉，我不能不管他。只要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顾太太的位置永远是你的。顾太太的位置？顾景深，你知道我最在乎的是什么吗？不是这个位置，不是你的钱，是你说过的话。你说过不会骗我。林清欢，别矫情了，成年人的世界哪有那么多真话假话？如果我不同意呢？林清欢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哼，你以为你现在还有什么筹码跟我谈条件？公司的法人是我，账目也是我在管，真要闹翻了，你一分钱都拿不到。是吗？公司账上有一笔800万的款项，以宣发费的名义打给了一家叫星灿文化的传媒公司。顾景深，星灿文化的法人为什么叫许楚楚？你查公司账目？我是公司的原始股东，我查账不是天经地义吗？林清欢，你以为拿这个就能威胁我？而且，你别忘了，你爸还在 ICU 里躺着呢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昨天已经通知医院，停了你爸的特护病房和进口药。每天1万多的医药费，你那点死工资付得起吗？林清欢，跟我斗，你还嫩了点儿。今天下午我会让律师把一份债务共同承担协议送过来，你乖乖签字，我马上把你爸的医药费续上。你要是不签，就等着给你爸收尸吧。他终于撕下了所有伪装，也好，从今往后，我再也不用对他心存任何幻想。你好，我是林清欢，我爸是 ICU 3床的林国强，我想确认一下医药费的事儿。你好，我是林清欢，我爸是CU 3床的林国强，我想确认一下医药费的事儿。
学长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林小姐，顾先生确实停了缴费，如果您今天不能补齐欠款，我们只能把老爷子转到普通病房了。差多少？15万。清欢，怎么突然想起给我打电话了？学长，我需要钱，15万，救命用。账号发我。爸，你女儿要打仗了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输。学长，我想让她付出代价。陆毅，我来了。报警。他今天逼我签一份债务协议，想把转移资产的窟窿算成夫妻共同债务。我打算将计就计。你确定？一旦签字，在法律上对你很不利。我需要你现在就以投资人的身份，向法院申请冻结他名下的所有资产，包括公司账户和水云间那套别墅。清欢，你知道一旦这么做就没有回头路了。他不只是失去财产，他会坐牢。我知道。你不心软？他停掉我爸医药费的时候，心软过吗？我这就安排法务。学长，谢谢你。不用谢，你就当我是投资吧。投资？投在你身上，我觉得稳赚不赔。这个名字我曾经签在结婚证上，签在房产证上，签在无数份甜蜜的文件上。而这一次，它是我送顾景深走向深渊的通行证。糖糖，帮我一个忙，明天你去水云间门口拍一段视频。什么视频？许楚楚出门的，要拍到她的脸，还有孩子的脸。没问题，你要做什么？我要让她慌。林清欢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这车也是用公司的钱买的吧？趁着法院还没来抛车，多开2圈吧。你别得意，顾哥说了，就算公司破产，他大不了从头再来，只要浩浩还在，他就不可能回心转意。浩浩，你真以为那个孩子是你的免死金牌？你什么意思？许楚楚，3年前你在夜总会坐台的时候，跟过一个叫强哥的放贷老板吧？你胡说什么？浩浩的出生证明上，父亲那一栏可是空白的。你猜，如果我把这份亲子鉴定报告交给顾景深，他会怎么做？你不敢，顾哥不会相信你的。那我们走着瞧。林清欢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你不过是个被抛弃的黄脸婆，顾哥早就不爱你了。许楚楚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没有动手吗？不是因为我不行，是因为我觉得你不值得。林清欢，顾哥早就不爱你了。顾景深一回本市就被警方传唤了，暂时保释出来，但限制出境，随时面临起诉。你们凭什么分我的房子？放开我！配合执行，把孩子放到旁边去。放开我！这女的真能演，刚才对着镜头哭得跟什么似的，说她是无辜的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法警让她配合执行，她就开始骂人，说要找顾哥。
他急了吗？急了，他给所有认识的人都打了电话借钱，没人理他，包括李总。李总，当初顾景深就是用他孩子来圆谎的，不知道李总本人知不知道自己平白无故多了个过敏的儿子。林清欢，清欢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帮我去跟陆毅求求情好不好？让他撤诉，只要他撤诉，我马上把水云间的别墅卖了还钱。放手！我不放！清欢，我们5年的夫妻感情啊，你难道真的忍心看我去坐牢吗？你停掉我爸特护病房的时候，想过5年的感情吗？你逼我签误协议的，想过5年的感情吗？顾景深，你不是爱你的小女人和儿子吗？去找他们。别提那个贱人，那个婊子骗了我，浩浩根本不是我的种。他不仅骗了我的钱，还卷走了我最后一点现金跑了。清欢，我现在什么都没了，我只有你了。你连我也没了。签字吧，净身出户，这是你唯一的下场。林清欢，你早就设好局等我钻了是不是？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浩浩不是我的，你故意看着我把钱砸进去，故意让陆毅查我。是又怎样？我杀了你！学长，董涛，你找死！报警！带走！林清欢，你不得好死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你还是先想想怎么在里面熬过这10年吧。晴了，我该早点来的。你怎么会在医院？我每天这个点都来看你爸。每天？顺路。谢谢。没事吧？没事，死不了。今天谢谢你学长，要不是你，我可能真交代在这儿了。我刚好来看伯父，你太冒险了，不该激怒一个走投无路的赌徒。不激怒他，怎么能让他罪加一等呢？你呀，真是算计到骨子里了。判了，顾景深有期徒刑12年，许楚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，有期徒刑3年。终于结束了。结束？你的战斗结束了，但你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。这是星灿文化的股权证书，顾景深挪用的那些钱，我已经通过合法途径追回了一部分，注资到了这家公司。清欢，有没有兴趣来做我的合伙人？可是我……你的能力我最清楚。这5年，你为了那个渣男放弃了自己的事业，现在是时候拿回属于你的一切了。好。林总好。林总早。今天气色不错。刚谈下了一个大项目，能不好吗？这3年，我和你联手，把星灿传媒做成了业内首屈一指的 MCN 机构。我不再是谁的附庸，不再是那个在家里等丈夫回来的绝望主妇。你早就该这么想了。我是林清欢，星灿传媒的联合创始人。还在背稿子，
你已经改了10几遍了。这个客户对合同里的分成比例特别敏感，我怕说错一个数字，前面所有的努力就白费了。你不是在背稿子，你是在辩对自己的不信任。清欢，你以前在顾景深公司虽然是挂名股东，但每年的财报你都看得比财务还细，那些数字早就长在你脑子里了。以前是偷偷看，现在是堂堂正正的讲，感觉不一样。没什么不一样，明天你就当对面坐着的是我，把你想说的该说的一句一句砸过去就行。学长，你不怕我搞砸？搞砸了我兜着，但我知道你不会。恭喜林总，签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还没打电话。合作方的老总刚发朋友圈说今天遇到了一位思路清晰的女合伙人，合作愉快。我一猜就是你。万一不是我呢？在我这儿没有万一。林总，这个项目估值虚高，团队又年轻，我不同意投。你要是执意要投，那就用你自己的钱，别拿我们的钱打水漂。王总，您上次否决的那个虚高项目，半年后估值翻了2倍，我想您应该还记得。这次我做了完整的竞品分析和现金流预测，您可以看第3页的对比表。林总，你以前没有做过这么激进的投资，是不是太急了？李总，我以前做了5年的隐形人，现在我是星灿的合伙人，每一笔钱我都会负责。如果您对我的判断有疑虑，我可以立下军令状，如果这个项目亏损，我个人承担其中的20%。我补充一句，林总的判断我完全信任，另外80%的风险我个人承担。还有人有异议吗？学长，你不用帮我担风险。我不是帮你担风险，我是相信你的判断。既然相信，就要拿出真金白银的诚意。否则我相信你这3个字跟空头支票有什么区别？那项目成了，分红我多分你一点。不用，成了，你请我吃顿好的就行。学长，你看热搜了吗？看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手还在抖，我以为出什么负面了，点进去才发现是好事。从今天你就是业内公认的爆款推手了，明天至少3个品牌会主动找上门。学长，你是不是早就预料到了？我预料到你做任何事都不会差，但具体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报，谁也说不准。所以这个热搜是你应得的。谢谢你，学长。要不是你当初拉着我一起干，我现在可能还在某个小公司里做普通文员。你不会，你只是需要一个推你一把的人，而我很荣幸做那个人。明天见。明天见，早点休息，别工作太晚。林总，这个项目是你一力主导的，现在出了这么大的窟窿，你总得给个说法吧？合作方毁约的确是我在尽调时的疏忽，我愿意承担责任，但我已经联系了另外3家备选合作方，其中1家的意向协议明天就能签。说的轻巧，那前面亏掉的300多万怎么办？不能每次都用备选方案来搪塞吧？我提议林总暂时退出这个项目的决策层。我不同意。这个项目从立项到执行，所有的风况报告我都看过。合作方毁约属于不可控风险，换了任何人来决策，结果都不会更好。我相信他的判断，也相信他的能力。如果今天非要有人为这笔亏损负责，那我来付。但我把话放在这儿，3个月后这个项目会翻盘，到时候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能给他一句对不起。学长，
你没必要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。你让我自己扛，我扛得住。我让你扛和你一个人扛是两码事。你是我的合伙人，我不护着你，谁护着你？你这样我会依赖你的。依赖就依赖，我又不是靠不住的人。秦欢，学长，你怎么来了？路过，看到公司灯亮着，猜你还没吃晚饭。都凌晨1点了，你路过，从家里绕了半小时。我开车兜风不行吗？趁热吃，别废话。好吃。慢点，没人跟你抢。学长，你这么晚不睡觉，嫂子没意见？哪来的嫂子？你又不是不知道。随口一问。快吃吧，吃完我送你回家。明天你还要见客户，不能顶2个黑眼圈。对了，有个事儿，我觉得你应该知道一下。什么事？许楚楚今天刑满释放了。哦，放就放了吧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出狱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去福利院接那个孩子，但福利院的人告诉他，孩子在半年前被一对外国夫妇领养，已经出国了。Thank you。他知不知道是你安排的？不知道，也不需要知道。清欢，你对一个骗子的孩子都能这么心软，为什么？因为孩子没有选择，顾景生有，他选择了欺骗，选择了背叛，选择了毁掉我的一切，所以他不配得到任何原谅。他现在到处在找你，说是你毁了他的生活，要找你拼命。我给你安排2个保镖吧。不用，他翻不起什么风浪。学长，你不信我？信，但你别冒险。不会的。李清欢，你把我的好好还给我！放开我，你个毒妇！你毁了我的一生，还要抢走我的儿子！许楚楚，毁了你一生的是你自己的贪婪。至于孩子，跟着你这样一个有诈骗前科的母亲，他才会被毁掉。你胡说，我是他亲妈！亲妈？你当年用他来敲诈顾景深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你是他亲妈？他在福利院发高烧差点死掉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带他去警局吧。是。林清欢，顾景生在里面去世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说什么？他死了！上个月在监狱里吞了魔界的牙刷根，抢救无效死了。顾景深死了？林清欢，你逼死了他！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不怕他来找你索命吗？林总，这疯女人满嘴胡言乱语，我马上把她送去派出所。送走吧。宝贝儿，别怕，爸爸在呢。学长，顾景深死了。你在哪儿？别动，我来接你。妹子，好久不见，还是美式。
那事儿后来怎么样了？就是你老公和那个许小姐离婚了，他进去了。清欢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不放心你，跟着你的车过来的。许楚楚的话我听到了，你没事吧？我只是觉得有些荒谬。他为了一个谎言，毁了自己的事业，毁了我们的婚姻，最后连命都搭进去了，值得吗？路是他自己选的，贪欲就像黑洞，一旦陷进去就再也出不来了。他落得这个下场是咎由自取，与你无关。我知道，学长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这3年一直陪着我。傻瓜，我们是合伙人，不是吗？学长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从大学到现在，你帮了我无数次。以前我以为是因为我们是朋友，后来我才发现，没有哪个朋友会像你这样。这些年我一直在等你发现他配不上你。虽然这个想法很自私，但我确实等了。现在呢？现在我是你的合伙人，这就够了。走吧，回公司。下午还有一个重要的投资会要开。林总，恭喜恭喜啊！星灿现在的势头可是无人能挡啊！多谢各位关照。里面太闷了，出来透气。今天辛苦你了，陆总。怎么一个人躲在这儿？清欢，你这几年一直一个人，有没有想过重新开始？我不逼你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无论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。学长，你这算是在表白吗？你觉得呢？学长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不敢往前再走一步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怕我好不容易建起来的生活再一次碎掉，我怕我全心信任的人再一次骗我。但是，我也怕错过。我不需要你给我任何承诺，我也不需要你保证永远不会伤害我，因为我知道，未来的事情谁都说不准。那你需要什么？我需要你告诉我，你是认真的。林清欢，我从20岁认真到32岁，12年，你说我是不是认真的？
为了新的开始。为了新的开始。学长，明天周末你有空吗？有，怎么了？我想去爬山，你陪我。好。我知道，从此以后，我不再是一个人了。